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月28号。前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我称之为老鼠会，他就邀请了北约的24个国家的首脑到巴黎举行会谈，相当于巴黎和会吧。他们在讨论如何提高对乌克兰的支援。因为呢，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啊，乌克兰因为没有西方的支援，所以败相已露。如果还没有西方的支援，那乌克兰肯定是必败无疑了啊！自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夜之间全部把重点转向了以色列，特别是美国，对吧？好了，乌克兰当天就傻眼了啊，因为现在乌克兰被冷落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承诺的援助也迟迟不到位。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西方答应的武器弹药只兑现了30%，西方国家只是打打嘴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意思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打仗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你们北约国家有很大的责任啊。又加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已经2、3个月了，美国那边国会啊迟迟没有通过60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就是因为共和党的阻挠。所以乌克兰现在可以说是几乎弹尽粮绝了啊！这次马克龙就邀请这些北约国家到巴黎去讨论，有点像摊派的性质，但是目前看来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目前所知就是西欧这几个国家，比如说像德国呀、法国呀，还有荷兰、英国等等吧，与乌克兰签订了10年的军事保障协议。比如说今年啊，2024年。德国答应给乌克兰提供多于70亿欧元的援助，然后呢，英国是30亿英镑，法国好像也是30亿欧元吧，还是25亿，我忘记这个数字了。反正呢，他们都答应了一些帮助，但是都是杯水车薪啊。因为在乌克兰每天在战争消耗的钱大概是1.5亿美元左右，你想想看，你即使英国你支援30亿英镑，也就是可能10-20天的时间就完蛋了，对吧？德国一样，你70亿欧元，也就是相当于不到80亿美元，也支撑不了多久啊。所以乌克兰这个急啊，没办法。讨论之后没有具体结果。后来当天晚上，也就是2月26号的晚上，马克龙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说出了这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马克龙说，北约不能排除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就这样一句短短的话，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是北约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相当于北约31个国家直接与俄罗斯发生战争了，那就直接等于第3次世界大战，哪个国家承受得起？那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啊，马上啊出来反驳啊，他们担心啊，比如说像德国总理肖尔茨，第一时间就说，我们没有这个安排，不能也不会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最重要是美国那边发话了，美国政府通过白宫发言人明确的对外表示，美国没有这样的计划，北约也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如果你们北约有哪一个国家想自己往这个乌克兰派出你们地面部队，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与北约无关。所以呢，美国划清了界限，德国划清了界限，还有荷兰的首相也划清了界限。另外呢，西班牙也划清了界限，也就是说，北约这些有重量级的国家没有一个同意的。至于有没有那些鼻屎小国同意，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刚刚加入北约的瑞典也不同意，所以目前看来，应该是没有哪个国家同意北约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北约国家想或者敢与俄罗斯直接发生战争，那真的是等于第3次世界大战。如果与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国家发生这个战争啊，它的后果谁也想不到是什么。所以呢，现在真的我特别的高兴啊，没有哪个国家敢说向这个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的。从这件事情呢，也又认证了我以前一直说的那个话啊，就是在西方这种选举这种制度啊，好像国家领导人他不需要什么资质，是猫是狗，即使是动物，只要装成人，他能得到选票也可以当选。真的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好像马克龙是经济出身的，
原来他应该当过法国的经济部长，所以他应该没有军队的背景知识。但是我又觉得他算一个比较聪明的人，那为什么会讲出这么鲁莽又脑残的话呢？我相信呢，他有自己的考量啊。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他有某种大国沙文主义。过去啊，马克龙作为法国的总统，也特别的积极，要做到欧洲的军事独立自主。所以呢，他几年前就提到过什么北约脑死亡啊，要组建欧洲部队、欧洲军队这样的想法。后来呢，被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好像否定了。当时默克尔的意思是，北约没有脑死亡，北约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组织，不能丢。马克龙今天提出这样的话，我相信肯定是经过他考虑的啊，他不是突然就说出来，绝对不会。所以他可能是想，你们既然呢都不说，那我一个人先说了啊，我说出来，然后呢，如果你们全部国家反对，那到时你们就别说我法国不想支持乌克兰了啊。一个是撇清法国不积极支持乌克兰，因为过去啊，最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当然是美国，然后第二个就是德国了啊，对吧？法国支持乌克兰呢，其实它金额非常的少，所以呢，在北约的这些国家当中，好像法国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不太好看啊。现在法国的总统亲自说出来，我们派地面部队吧。那你既然其他国家都反对，你就不能怪法国了啊。第二个，就前面提到的，就是法国就特别的积极，想可能组建一个欧洲的军队吧。法国可能就想主导这个欧洲军队的领导权。其实，如果我是欧洲人，我肯定会同意马克龙的说法，因为组建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欧洲军队，绝对要比一个北约这个组织好。其实要说穿了，就是美国掌权的一个军事组织。北约30多个国家都是美国的打手，没有实权，只有听从的命。法国至少是欧盟唯一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然后呢，它还有核武器。所以呢，我也能够理解法国为什么想组建一个欧洲军队，而且肯定想掌管军权，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前天法国总统我们听起来鲁莽的话，我认为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这句话的风险特别大，所以从后面各个国家反应就知道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卵用，反而呢对西方国家以及对乌克兰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唯一的赢家在这里又是俄罗斯。第一呢，乌克兰它的美梦破碎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敢向乌克兰派出地面部队。向乌克兰派出可以啊，比如说以雇佣军的形式，自己以私营的名义到那边去为乌克兰作战，但是这样去的人毕竟是少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西方北约这个国家彻底颜面扫地，因为让俄罗斯看清了，让全世界看清了啊！你看，对俄罗斯这样的核武大国，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轻举妄动，也就是说，让全世界看见了北约以及西方国家就是一些纸老虎。那么，对稳定乌克兰的军心没有任何一点正面作用，正相反，俄罗斯这边听到马克龙这句话，然后看到西方国家所有这些反应，而且是同一反应，那俄罗斯那边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所以经过这番折腾的话，乌克兰的形势更差了。我相信我猜我不是军事专家，可能今后乌克兰这个国家也不会存在了，而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一个省也不一定。与其让乌克兰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在那里，那对俄罗斯永远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还不如乘胜追击，把这个国家的名字从这地图上灭掉，然后呢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有比较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至于会不会发生，我也不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德国各大媒体都对马克龙说的这句看似鲁莽的话做了相当大的篇幅的报道，而且在评论区，很多德国人踊跃参加讨论。那德国媒体以及德国民众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他们是支持马克龙的想法吗？还是特别的反对呢？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乌克兰会议，马克龙不排除部署西方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法国总统在来自20个国家的支持者会议上表示，绝不能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想排除任何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士兵的可能性。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结束时表示，目前尚未就此达成共识，但为了实现目标，什么都不能排除。这个目标就是俄罗斯不能取胜。民粹主义的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此前曾表示，个别西方国家将考虑向乌克兰派遣士兵。马克龙说，我没有说法国对此不持开放态度，相反，它存在战略模糊性，每个国家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部署地面部队。马克龙接着说，会上成立了一个国家联盟，为乌克兰提供导弹，以便在俄罗斯防线后方发动攻击。短期内，各国还希望从本国库存中为乌克兰调集更多弹药。这次会议未就提供法国幻影战斗机达成一致，但仍在研究哪些法国军事物资可以帮助乌克兰。希尔茨重申拒绝提供巡航导弹。马克龙说，我记得2年前，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人还说他们希望提供睡袋和头盔。马克龙大概是暗指德国在战争初期对提供武器犹豫不决。今天他们还说必须提供导弹和坦克。会议开始前，德国总理希尔茨重申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希尔茨希望防止德国卷入战争。据报道，希尔茨在会前曾表示，乌克兰领土上不应有德国国防军士兵。德国政府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和绿党的政治人物曾多次批评这一立场。好，朋友们，下面2段没必要翻译，分别是详细阐明为什么自民党及绿党批评德国总理的决定。我们继续往下。俄罗斯的战败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应马克龙的邀请，21位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援助。马克龙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俄罗斯的地位日益巩固，这不仅表现在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发动新的袭击，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的死亡，还表现在俄罗斯在西方国家搞颠覆活动。马克龙说，俄罗斯的战败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乌克兰必须得到比以往更好、更多的支持。马克龙欢迎爱沙尼亚提议共同举债，为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供资金。荷兰将提供1亿欧元用于采购弹药。会议还讨论了捷克关于从非欧洲国家为乌克兰购买弹药的倡议。荷兰首相吕特宣布，荷兰将出资超过1亿欧元。马克龙则表示，将在未来几天内提出购买弹药的计划。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周日表示，欧盟在2023年提供100万发炮弹的承诺，比之前已知的还少得多。迄今为止，只交付了承诺的30%。马克龙说，这是一个粗心的承诺。好，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人气很高啊，有1000多条评论。现在我们按关注度来翻译。第1条评论：德国总理拒绝提供巡航导弹是件好事，派西方士兵在乌克兰绝不要做。我们没能在阿富汗前线保卫德国，也不能在乌克兰前线保卫德国，这纯粹是战争言论。我们肩负着历史责任，而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数次明显地透支了这一责任。和平意味着始终如一，反对一切战争言论及其支持者。我们必须最终学会再次为和平而战，而不是为战争而武装自己。下一条评论：西方正在慢慢觉醒，这是好事。下一条评论：现在所有的堤坝都在崩溃，西方士兵派驻乌克兰，这是什么意思？是轻型版的世界大战，还是马克龙在想什么？下一条评论：西方士兵在乌克兰，然后呢？在伏尔加河过圣诞节？不，谢谢。西方可以也应该帮助乌克兰，但绝对不能冒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下一条评论：马克龙在向希尔茨展示自己的能力，但我们的总理却再次犹豫不决。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采取如此奇怪的摇摆不定的路线。
法国总统当然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让普京获胜，绝不能让侵略战争和大屠杀得逞。这一点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包括我们的总理。然后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当然也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下一条评论，当然不能了。马克龙先生在说什么？甚至连这种想法都不能有。下一条评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界问题绝不能导致下一场世界大战，因为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幸存下来。下一条评论，马克龙当然希望法国国防工业也能从中受益，而不仅仅是美国、英国和莱茵金属公司。迄今为止，法国所提供的军备都是自费的，德国提供的武器仅次于美国。马克龙在德国总理面前炫耀是对他的不尊重。我对肖茨不希望德国成为战争国家表示赞赏。下一条评论，这才合乎逻辑。普京不懂得其他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强迫他谈判。下一条评论，马克龙先生的话铿锵有力，不幸的是，对于欧洲许多国家来说，他的言辞力度与实际承诺成反比。法国尤其享有欧盟政治和军事霸主的地位，可是法国在乌克兰的参与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一角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提供弹药。据捷克总理菲亚拉称，捷克提出的为乌克兰从第三国快速购买弹药、筹集资金的倡议很快获得了支持。这是法国在1年前阻止了为期数周的100万枚炮弹交付协议，而最终成功的做到只能购买欧洲制造的弹药。其结果众所周知，对乌克兰来说是场灾难。让我们希望菲亚拉先生的倡议能够成功，否则明年承诺的数量现在翻了一番，但短缺的数量最终只会增加1倍或2倍。与其花言巧语的谈论大家都知道永远不会真正实施的方案，没有人愿意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不如认真承诺采取实际行动。无论言辞多么激烈，都无法阻止普京的军队，但为乌克兰的枪支提供充足的弹药，我们却可以做得到。下一条评论，会议开始前，德国总理肖茨重申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肖茨希望防止德国卷入战争。肖茨对乌克兰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但他不希望德国成为参战的一方是正确的。战争总是这样，德国的巡航导弹是否在战争中起到了作用，我们只能事后才知道。但我不希望通过试验和实物来发现问题。而且在我看来，这样做会让我们的士兵过于轻率地冒生命危险。不幸的是，我现在相信这个妄自尊大的矮子普京会做很多事情。下一条评论，马克龙说得多，但支持得少，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请参阅德国基尔大学的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跟踪。美国420亿欧元，德国180亿欧元，法国6亿欧元。我慢慢的重复一遍，德国提供的军事支持量是法国的30倍。下一条评论，这只是马克龙在俄罗斯人越过第聂伯河时发出的空洞威胁，或者媒体自年初以来就在为我们营造的场景。而这一场景仅仅在名副其实的仇恨周中达到高潮。许多读者大概来自海外，正沉浸在欢愉之中。我认识到，现在是根据现实和西方价值观重新调整我们外交政策目标的时候了。我明白，战争不是其中之一。下一条评论，马克龙用自己的武器回击了普京的挑衅，仅此而已，早就该如此。下一条评论，显然，现在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智，这是可以预见的，是有预谋的螺旋式情况升级的结果。既然分析预测乌克兰的一切都如此顺利，我们应该尝试自愿联盟和有限的地面部队部署，那就开始行动吧。他们不是梦游者，这是圣维特舞蹈症。下一条评论，这种螺旋升级何时才能罢休？它将以世界大战告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反正我不要。这个论坛对战争的热情让我感到恶心。下一条评论，北约可以好好展示肌肉了。唯一要对局势升级负责的是普京及其政权。乌克兰不是问题的终点，
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下一条评论，那些希望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的亲爱的论坛网友们，我想你们已经或即将申请前往乌克兰吧，毕竟应该说一不二。如果没有，这里有法国外籍军团和申请方法，你们赶快去报名吧。下一条评论，西方军队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那将是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呢？下一条评论，西方军队可能会在乌克兰前线与俄罗斯作战，马克龙是认真的吗？他会从法国派谁去那里？外籍军团？下一条评论，西方军队应该共同并肩作战，应该不应该？绝对不应该！你们都疯了吗？置我们的和平于不顾，参与这台战争机器。下一条评论，西方士兵，我觉得问题就卡在这里，永远不会的。下一条评论，各国摊派的话，德国部队也是可以想象的，由斯特拉克、齐默尔曼、霍弗赖特和基斯维特尔带队。好，朋友们，前2者我在几天前的一个节目中提到，特别是第一个人，简直就是军火商的代言人，此人非常危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本频道2月21日上传的那期节目，5分30秒开始的地方，持续大约1分钟时间。到时我在文字版里面放出这个链接。最后一位简直就是德国及美国军火商的代言人呢。反正在所有的德国政客中，从面上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人物，而且呼吁对俄罗斯最强硬的非他莫属了。施特拉克齐默尔曼夫人安东霍夫赖特是公认的军事专家。德国知识点评感觉这位读者是在讽刺，而且感觉不少德国政客歪瓜裂枣的。你看人家安东的长长的秀发多美啊！下一条评论，是时候实现和平，而不是进一步升级事态了。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很糟糕了，但它还会变得更糟，所以不能让北约在乌克兰驻军，这将是走向超级灾难的下一步。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就此打住吧。从众多网友评论来看，绝大多数说德语的网友都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他们反对派北约部队前往乌克兰。但同时，几乎所有人对普京及其俄罗斯都充满了仇恨。这与我观察到的德国民意差不多。现在传统上的欧洲与俄罗斯彻底分道扬镳了，某大国的阴谋得逞了。可惜呀，可惜呀，欧洲人没有这个智慧，被卖了还帮数钱，这是否是对欧洲人的报应呢？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你们对马克龙这句话怎么看呢？请大家积极参加讨论。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